大家好，我是丽姐，在婚恋服务行业摸爬滚打了好些年，真可谓是婚恋服务行业的老兵了。这些年里，我促成了不少美满的姻缘，也见识了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那些千奇百怪的相亲要求。今天就想跟大家唠唠一件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真实相亲故事。我在这相亲工作的岗位上坚守了多年，期间常常会碰到一些条件特殊的顾客。这些人有的眼光高得离谱，要求多的数都数不过来，甚至在他们心里，相亲就像是给自己找个附属品，而不是那个要携手共度一生的灵魂伴侣。今天要讲的这位女士，那可就是这类高要求、高标准、极难满足人群中的典型代表了。这位女士芳龄35岁，在事业上那是相当有成。在婚恋市场里，这个年纪的她难免会被归到剩女的范畴里。你乍一看她，外表温文尔雅的，穿着打扮也十分得体，浑身散发着一种知性美。可谁能想到，她一开口，那提出的要求瞬间就能让整个场面变得尴尬无比。记得那天，她端坐在我对面，那气质简直超凡脱俗，身着一套简洁却又不失高雅格调的服装。咱也不多啰嗦，我先是和她进行了一番基本的沟通交流，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她对于相亲对象都有些啥要求。丽姐，我希望这次相亲的对象最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至少年薪要超过30万。她说话的语气倒是挺温和的，可我一听这话，心里就跟明镜似的。来咱这儿相亲的，大多都不是单纯的为了找个简单过日子的伴儿，心里都打着些小算盘呢。我心里不禁暗自揣摩起来，年薪30万，这在大多数普通人的标准里，那可绝对算是高薪阶层了。当然了，也还没到那种遥不可及的程度。可谁知道，他这要求还只是个开头。紧接着他又说道，另外丽姐，我有个弟弟，他一直想做个小生意，我就寻思着，我希望男方能够提供30万的资金支持。我当时差点就从椅子上摔下来，心里直犯嘀咕，30万，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要求男方提供给他弟弟创业，这要求也太离谱了吧。这位女士提出的要求简直可以用天价来形容，她竟然把自己弟弟的创业资金当作是相亲的必要条件之一。难不成这男方在他眼里还得当他弟弟的天使投资人？这哪是找对象简直就是找个提款机嘛。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立刻感到了一阵不安，脑子也开始飞速运转起来，心里不停地盘算着，就他这要求，能找到合适的男士吗？这时候，我之前就安排好的一位男士走了进来，这位就是张先生，30岁，在一家外企工作，年薪将近50万。不管从年龄还是经济条件上来说，都算是比较匹配这位女士的对象了。刚开始见面的时候，两人相谈甚欢，先是聊了些工作上的趣事，又谈到了生活中的一些小爱好，那氛围轻松愉快得很。可当话题一转，谈到了对未来伴侣的要求时，张先生的表情就开始有点不太对劲了。我听丽姐说，你希望男方能够提供30万资金支持给你弟弟创业。张先生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明显的质疑和深深的不解。女士倒是很淡定地点了点头，脸上也没什么特别的羞涩之色，反而还挺自信满满的样子。毕竟家里弟弟一直在做小生意，如果能得到这笔投资，肯定会更顺利些。他回答的那叫一个自然，就好像这要求是天经地义的一样。张先生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他沉默了好几秒，接着冷冷地说道，你这是找对象还是在找一个投资者？这话一出口，整个气氛瞬间就变得紧张起来。张先生的语气里带着满满的不悦，你既然这么希望别人为你弟弟的创业买单，那你打算为我做些什么呢？我可不是什么慈善机构。女士明显愣了一下，显然她没有预料到会听到这样的反应。她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那么呆呆地坐着。而张先生已经开始收拾东西，看样子是准备离开了。抱歉，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对我来说实在是太不合理了。我可以尊重你对家庭的照顾，但不能把这些原本不属于我的责任强加给我。他站起身，冷冷地抛下这么一句话。张先生走后，屋里的气氛瞬间就冷了下来，那冷的都能让人打哆嗦。可这位女士呢，依旧是面不改色，没有丝毫尴尬的神情，好像她根本就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被拒绝。她甚至还开口说道，
我觉得他可能对自己不够自信吧，怕自己提供不了30万。我当时差点就忍不住想发飙了，心里想着，这才是你问题的根本所在吧？你还真觉得自己这要求不高啊？找个能二话不说就拿出30万支持你弟弟创业的男士，而你自己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实际的付出，这还不叫高要求？我深吸了一口气，强忍住内心的怒火，轻声说道：女士，您的条件我理解，但我得提醒您一句，在这相亲市场上，像您这样的要求，可能真的会让很多优秀的男士望而却步。真正的婚姻啊，那是两个人相互扶持，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依赖。他听了我的话，有些不以为然，从他的眼神里我根本看不到一丝反思的迹象，反而还继续固执己见地表示，他觉得只要男方真心爱他，就肯定会愿意支持他的家庭。其实啊，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这种思维方式早就脱离现实了。在我看来，婚姻可不是一场买卖，不是说你给我提供物质上的满足，我就给你付出感情。真正的婚姻应该是建立在彼此尊重、理解和共同成长的基础之上的。就拿这位女士来说吧，她的这种心态和要求，就注定了她在相亲这条路上会困难重重。你想啊，哪个男人愿意在还没开始深入了解彼此的时候，就被要求拿出这么一大笔钱来支持女方的弟弟创业呢？这无疑是给双方的关系增添了巨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而且他这种把家庭责任完全转嫁到未来伴侣身上的想法本身就是不健康的。婚姻是两个人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双方都有自己的原生家庭需要兼顾，但绝不是无底线地牺牲一方来成全另一方。我曾经也遇到过一些类似的情况，但像这位女士这样理直气壮地提出这种天价要求的还真不多见。我见过有的女士会委婉地表达希望男方能够在家庭经济上多承担一些，但那也是建立在双方有一定感情基础，并且女方也愿意在其他方面为家庭付出的前提下。而这位女士呢，从始至终都没有提到自己能为未来的伴侣做些什么，只是一味地强调男方要满足她的条件。这就好比是在做生意谈合作，只谈自己的利益需求，却对自己的付出只字不提。这样的合作能成功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再说说张先生吧，他的反应其实是很正常的。他自己努力工作，赚取了不错的收入，当然希望在婚姻中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理解他、支持他，并且能够与他共同经营家庭的伴侣，而不是一个一上来就给他出难题，把他当成提款机的人。他在听到女士的要求后，能够果断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其实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婚姻负责的表现。如果他当时含糊其辞，或者勉强答应了女士的要求，那么在后续的相处过程中，肯定会因为这件事情产生无数的矛盾和纠纷。在相亲市场上，像张先生这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男士，往往会有更多的选择。他们更加注重伴侣的内在品质、价值观是否与自己相符，因为他们明白，物质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生活的质量，但真正能够让婚姻长久幸福的是两个人在精神层面的契合度。对于这位女士，我真心觉得，如果她不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可能真的会一直单身下去。她似乎还没有真正理解爱情和婚姻的真谛，还在把婚姻当作是自己利益的延伸。她没有意识到，真正的爱是纯粹的，是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很多人在相亲和婚姻的问题上都迷失了方向。他们过于看重物质条件，而忽略了感情的培养和心灵的沟通。其实物质固然重要，但它绝不是婚姻的全部。我曾经促成过一对夫妻，他们刚开始的时候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男方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女方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但他们彼此欣赏，相互鼓励，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一起想办法克服。他们会在下班后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回家一起做饭，虽然饭菜简单，但却充满了幸福的味道。他们会在周末的时候一起去公园散步，分享彼此的梦想和烦恼。慢慢的，男方在事业上有了起色，女方也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取得了进步。他们的婚姻告诉我们，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愿意为了彼此和家庭共同努力，即使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也能够过得幸福美满，
而这位女士，如果她能够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要求，用心去感受爱情，去寻找一个真正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人，或许她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但如果她依旧固执己见，那么她只能在相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离幸福也越来越远。我在婚恋服务行业的这些年，见过太多因为各种原因而错过彼此的人。有的是因为过于注重外貌，有的是因为地域差异，还有的是因为家庭背景的不同。但像这种因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而导致相亲失败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我常常会思考，到底应该如何引导这些在相亲中迷失方向的人呢？我觉得首先要让他们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一个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灵魂伴侣，还是一个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的工具人？其次，要让他们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理解对方的需求和感受。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相亲和婚姻中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和信任。最后，要让他们明白，婚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途中会有欢笑，也会有泪水，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相互扶持，才能够走得长远。对于这位提出天价要求的女士，我希望她能够从这次失败的相亲中吸取教训，重新审视自己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也希望其他在相亲路上的朋友们能够引以为戒，不要让物质条件蒙蔽了自己的双眼，错过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往往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真挚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